哇，沟通这件事情真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，但是最困难的在于不愿意踏出那第一步，然后用习惯性的、限制性的行为跟模式去不断的冲击。我觉得我的教育是比较紧张、有压力的，然后被要求要完美的。妈妈比较严格，爸爸比较存在感低一点，只有在非常极重要的事件上才有他出现的身影，好像是神奇宝贝的隐藏卡这样子。妈妈是那种比较口是心非的狮子座，我觉得她最重视就是考试的成绩，以及跟妹妹之间的相处吧，其实就是蛮传统的华人教育。我觉得比较让我吃惊的反倒是爸爸，因为他是医生嘛，很多人都会说，那你怎么没有承接爸爸的衣钵，或者是爸爸有没有要求你要做这个做那个的？反倒是他给我一句话，他说只要你认真做，他就会全力支持我。没有最冲突，只有更冲突。因为我们家发生激烈的事情，大部分跟我的感情观有关吧。那最暖心的也是在这里，当他们去了解到跟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温暖。哇，沟通这件事情真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，但是最困难的在于不愿意踏出那第一步，然后用习惯性的、限制性的行为跟模式去不断的冲击。明明就是知道会吵架，然后得到同样的结果，但我们都很习惯用同样的方式一直去碰撞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先自我的察觉。每个人在每一句话之前，其实都可以做选择。我们在出生的那一秒就在做选择。我选择要去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去读哪一个学校，选什么科系。很多人都会拿这个当一个被害者的角度，给自己一个借口跟理由说，因为爸爸妈妈不允许，所以我好痛苦哦。很多人以为都是别人在帮他做选择。我有察觉到这件事情之后，第一个事情发生的是，我没有那么痛苦了。以往我拿来当做借口理由的，开后门的一些方式，我瞬间就如释重负的感觉。不够智慧就会有傻用啊！当你理解到你的沟通其实是可以更有效率跟更有方法的，其实你就不会选择最笨的方法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我看到自己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不断在重复一件事，比如说发文，然后表露了很生气的自己，反过来的能量，包括网友的留言种种的，它是会令我不舒服的，所以我选择去面对它跟察觉自己到底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做。察觉是一件很痛苦，但同时也很奇妙的事情。就算前面感觉是一道坚实无比的墙，当你去做自我察觉跟醒觉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那个墙有可能就会变成一道门。